没有办法被进入，其实心理的因素会比较多。抚触的手法可以协助菊花放松。我看了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好笑，原因是呢，蛮像是所谓假交配的姿势。我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呢，动机也不纯正，我的动机其实就是要撞别人。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的陈老师。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我们身体健康工作室又回来了，耶！嗨，我们今天有雷恩还有 Yuki 在现场啊，因为 Yuki 呢是他们的学员。我们今天特别来跟大家介绍身体健康工作室，他们有推出工作坊，然后有不同的工作坊。那 Yuki 是参加过很多种，他参加过最多次，几乎每一种都参加过了。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坊有哪些不同的种类。第一个是5个小时的工作坊，对，5个小时比较是体验型的工作坊。我们从抚触、龙筋、龙根，还有前列腺，还有最新的骨盆之道，好，那就是骨盆保健的工作坊。那这个都是5个小时体验型的工作坊。Yuki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参加这个工作坊最大的体验是什么？最近2次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哦，一堂课是叫做前列腺的觉知按摩，那另一堂课是叫做骨盆之道，骨盆的道理啊，男性骨盆之道。那请问一下，前列腺按摩你们是怎么学的？很深入，这个是非常深入。我讲了个笑话吗？前列腺是一个很深入的组织嘛，那要深入那个组织呢，我们一定要先包括让对方的身心都有足够的准备、信任和放松。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我们身体的抚触也是身体健光很基本的一个心法。那借由很细致的去触碰对方的身体，让对方的身体慢慢的熟悉我们的感觉，放松之后，然后带动到心理的信任跟放松。那身心都放松之后，我们就可以深入到组织去进行按摩。那你之前因为你当1号为多嘛，对不对？对。那在做这个被侵入的这样的按摩的时候，被深入。对，你的心中是什么感觉？因为我身心方面都比较享受做1号的感觉，就是做0号的话，其实在我的身体和心理多少都会有一些抗拒。那我们的工作坊就刚刚说到的那一个前列腺的觉知按摩，那包括从一开始的抚触，互相的信任，然后让身体和心都互相的信任和开放之后，那组织会比较好进去。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我信任对方，然后跟对方有一些从身体的交流到一些感受上的交流之后，那当被深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流动的交融在一起的感觉。你觉得那一道门被打开了？对，那不只是身体的那一道门，也许也包括心里的那一道墙吧。因为我个人就是我这一辈子享受最好的当0号的经验是跟我老公，因为完全的信任他，所以我在外面一般约别人的时候，我当1号为主，因为我就是没办法享受这种放松，把任何一切都交给对方的什么没办法互动，没办法全身都交给对方，这种信任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才有愉悦感。没错，所以透过这个前列腺这样的一个按摩之后，事实上你可以慢慢把心理打开，交给对方，是把心理和身体都打开了。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通常我们没有办法被进入，其实心理的因素会比较多。对，那我们有很特别的抚触的手法，可以协助菊花放松。其实他们在推特上经营真的非常多精彩的影片，他们把这个教学的细节啦，他们找到很多长得非常颜值高、身材好的人，所以我跟你讲，去看他们推特的影片，不但可以享受感官上的愉悦，然后对于了解上可以知道身体健康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所以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他们的推特。是不是还有教学啊？有教学，我们是放在我们的付费平台这样子。对，大家欢迎去参考他们的 IG，然后去订阅他们一下。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在骨盆之道那个课学到了什么东西？刚刚讲的前列腺觉知按摩就是有深入到组织嘛。那其实骨盆之道的话是比较在姿势上的体位上的互动。人到底什么叫骨盆之道是什么？我们取这个名字就是其实很多男性的骨盆都是很紧的，那骨盆区域包括骨盆底肌，还有梨状肌，还有我们的髋，还有我们的胯，
所以很多男性在这个地方是无法放松的。那我们取这个名字是我们要去教人家怎么去放松这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譬如说像我们生殖系统、泌尿系统都在这边，那跟我们下半身的循环，那也会间接影响到我们上半身的循环。对不对？沈老师问这个问题，只想得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太深奥了，太深奥。没有，到底就是你们是怎么教的？我们有一个示范影片很好玩，就是大家是用狗爬式，对，就是一个人在后面，一个人趴着在前面，就像我们一般想到的那种狗爬式的姿势。然后用撞击的手法，我们没有脱衣服，就是有穿内裤，穿着裤子，对，然后用撞击，就是后面的那个人撞击的力道，把对方的昆达尼尼能量送到头顶。我看了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好笑，原因是呢，蛮像是所谓假交配的姿势。但是 Yuki 你自己在上这个骨盆之道的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平常是撞击别人那个人嘛，对不对？对。可是是第一次你要被人家撞击，你请问第一次体会被撞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蛮尴尬。那其实就是这个撞击的动作，也是我在骨盆之道这一堂课，我觉得我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趴着嘛。那虽然我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呢，动机也不纯正，我的动机其实就是要撞别人。但是呢，身体见光很特殊的一个特色之一，就是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是必须要交换角色互动的。那所以呢，就是撞完别人之后，我还是必须要被撞。那一次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这是我，然后对方要这样子，我们要练习这样子的互动。那没有想到呢，我就发现怎么对方就这样，那发现怎么我后面的那个异物感好像越来越重。后面那个人，我自己感受到了后面那个人带给我的异物感越来越重。OK， 等一下，雷恩。你们上这个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感受到异物感吧？对啊，没有感受到性能量。哎，那不是。可是现在 Yuki 要讲的是说，你到底被撞是什么感觉？排除异物感，被撞是什么感觉？对，这是重点。过程中，当我感受到对方的兴奋感之后，其实我自己从有一点尴尬、害羞到一种感动、欣慰的感觉。为什么会有感动到欣慰的感觉？就是对方一定是因为舒服了，所以才会有舒服的感受。就像我在撞击别人的时候，那我觉得很舒服，那或许带给对方舒服。那如果对方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在我身上也感受到舒服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特殊、很温馨的交流。所以有泛泪吗？有哭吗？心里泛泪，前面没有泛泪。沈老师必须说，就是沈老师很久没有尝受这种被撞击的感觉，所以老师没有办法理解。没有，所以去体会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而且我们被撞还要发出类似像气功的声音，要发出呵。这我蛮会的，对，这个蛮好的，对，好，反正这就是工作坊有很多的内容，这是其中讲2项，对不对？我们现在要进入比较专业，就是3天的工作坊。那3天工作坊的目的是什么啊，雷恩？我们3天主要是把大家教会，然后他可以出去给个案，或者他想要帮对方，譬如说有亲密爱人朋友，他想要帮对方给一个按摩的 session， 弹吹按摩。所以学了3天之后，你就可以去外面帮人家按摩的意思。对，可以开张了。对，好，雷恩，你按过非常多的人嘛，对不对？师傅们是不是真的要去体验过非常多不同的个案，才可以去了解到底中间的深浅或力道要怎么？对，像有一些人他会比较紧，那有些人他可能他只有1颗，我有按过，就是那一颗其中1颗也是假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实战的经验，就是你按过那么多人遇到案例，你都要靠你的经验，然后加上你临场的反应，然后去跟他工作。各位有兴趣的话，去他们 IG 看一下，他们其实有很多像推特啦、YouTube 上的连接，很多的影片真的拍得非常的好。今天请大家去看一下，对大家无论对这种另类的疗法啦，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来。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呢，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每个礼拜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现在老师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啦，开老师的菊花。开老师的菊花，所以讲我现在要脱裤子吗？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脱裤子。那所以可是不行啦，没有啦，我今天有送老师菊花。进来。我们现在用这个菊花当道具，不然等下会被黄标。
我们要进入那个前列腺的那个放松很重要嘛。那这个放松就是菊花周围的放松，菊花周围的肌肉叫括约肌，那非常多的神经，所以很多1号或是0号刚要去探索菊花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就是让人家会感觉到，如果用不好就会痛，那痛就紧缩，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对，所以我今天开不了。对，我们今天教各位观众几个开菊花的方法。在开菊花之前，一定要准备好按摩油或是润滑油。开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我们的大拇指去拨这个菊花的花瓣，所以要记得上油哦。大拇指很像走路一样，在旁边把菊花瓣搬开，慢慢的搬开。我觉得重点是很多人根本就是不管就直接对，就直接涂了，然后就进去了，那非常痛。这个动作很重要，对，让菊花信任，让这个花瓣盛开，对，让这个花瓣可以让它张开，让它比较放松一点，好美哦。对，然后再来有一招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用这样子去走路，轻轻的走路，靠近那个菊花的这个花蕊。等一下，我叫我老公帮我试试看。好，有一点力道，然后去打开那个花蕊，所以很像在用关节在那个花蕊上走路的感觉。用你的指节，对，用你的指节，用你的 knuckle。对，跟手指头又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这个非常舒服哦，而且这边菊花瓣的，因为它没有手指那么尖锐，对，所以它这个比较钝的地方反而会让对方比较有信任感。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用2只手把菊花瓣撑开，食指很轻的在这个花蕊的地方轻轻的搔痒它，就一手把它撑开，一手对，去搔。你要把这个撑开固定好。这真的要学耶，这个非常的舒服。像有一些异男一开始没有想说要体验这个，开始你用这一招之后，他就打开了，他就开始叫了。我跟你讲，器官就是器官，无论你是同志真的，这都一样的。这一招就是开大绝。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通常要进入嘛，但进入之前有一个我叫做挖冰淇淋，踩一点点进去是也是用我们的 knuckle， 趴着的时候你就要往下挖，它是趴，它是 doggy style， 你就要往下，就是让它清肠进去一点，然后再出来，挖，对，然后躺着的时候就是往上挖。好了，雷恩，我觉得我们把这些秘密还是留在那个网上，大家自己去探索好不好？老师的菊花已经非常的开了，同志的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馆长，拜拜。不要讲，那我要怎么讲？说没有就直接讲不是你们有那个示范影帝，就直接讲那个，因为我感觉可以讲啊，听起来对方的树正在长大。那这次呢 ，Yuki 因为参加了我们花莲的旅游团，所以在我们的小房间里面呢，我们也开了一个床位给 Yuki 帮其他的团员做这个弹吹按摩。出师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多的练习的机会，后续的自由时间大家的表现好像都不错，然后就有团员就跟我说，Yuki 你的弹吹有帮助，有帮助，对大家有。